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5季第11集。布置完圣诞树，辛巴感觉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了。不过听说公司要送圣诞节礼物，这货马上又来了精神。但想到去年呢是猎狗日历，就让人有些高兴不起来。还有比这更差的，是一颗印有秃头的减压球。如果真能对老板发泄也就罢了，这减压球也就是个祖宗，捏一下就会发出秃头的声音，再挤一下就开除你，直接让人压力更大了。这时圣诞老秃头过来派发礼物了，他这次居然出人意料的慷慨，人手一副5个护目镜，这可是个高科技玩意儿，戴上之后就能读取周围的人或地点的信息。三人马上试了试，果然一清二楚。莱尼酒驾15次，凯尔智商214，控制台的信息也是一清二楚。最离谱的是他还能测出秃头的死期，不过1998年那不是早过了吗？所以现在给他们发礼物的人是谁？这副眼镜还有呼叫功能，看样子手机也可以淘汰了。对于秃头这次如此慷慨，秘书有些担心，因为医生说过他不能太像个人了。不过他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，秃头就算是钱多的几辈子都用不完，他也不可能拿去给员工发福利。这些护目镜是用来监视的，他想看看是谁偷走了7000多的办公用品，用2600万的监视系统调查7000多的盗窃案。别问就是有钱任性。当然这么贵的系统肯定不止一个功能，它的最妙之处在于能悄无声息地杀死眼镜的持有者。秃头随机选择了一名幸运儿，然而按下按钮竟然没有反应，看来这个功能可能是在100年之后奏效。之后又陆陆续续过了好几个节日，时间来到了2月12日，再过2天就是情人节了。兄妹俩在家为同学们准备情人节卡片，跟早恋无关，只不过学校的任务罢了。新小妹有些抗拒，这又不是出于自愿，有什么意义呢？然后马上就被老妈给教育了。小新呢则是打死都不愿意给小胖子送卡片，他总是被这恶霸欺负，怎么可能去爱他？他又不是有受虐倾向。这小男孩可不像新小妹那么服管教，无奈之下，辛巴只得拿了学校的视频给他看。视频讲了一个小男孩在情人节那天没有收到同学们的卡片，然后他意识到自己被众人冷落了。凌晨的时候，他最后一次查看了邮箱，发现里面依旧空无一物时，他吃下了过量的迷你星星糖果，这差点就送他去见了上帝。小新屈服了，表示会给小胖子卡片，但他会用最丑陋的一张，这张封面是猫头鹰的，就挺不错。晚上，辛巴在床上看书，就听辛巴一直在旁边咯咯傻笑，原来他正在透过眼镜看搞笑视频。有些家伙因为戴了护目镜，完全无视了现实的环境，所以闹出了很多笑话。当然，这其中也包括辛巴。这闹钟好吃吗？这副眼镜确实给辛巴带来了不少好处。现在他可以有目的性的贪小便宜了，比如看到弗兰德家的估值更高，就马上去把他家的花偷了过来。不过他的良苦用心马上就被狗子的一泡尿给毁了。除此之外，眼镜还可以让辛巴知识渊博，他现在无论看到什么都可以发表一大篇小作文。听说孩子们饿了，辛巴马上就让眼镜带自己去他所能支付得起的最好餐厅，正在获取前往救济站的路线。之后全家人来到了救济快餐店，辛巴习惯性的看了看汉堡的成分，17%的仓鼠床垫，49%的报纸插页，34%的泳衣里的沙子。这一看把辛巴的胃口都败光了。不过他也就坚持了1秒，就向现实低头了。又到了晚上，夫妻俩正在享受美好生活，这本是2人真情实感的交流，不想辛巴竟然用眼睛作弊。辛巴一怒之下就离开了房间。次日，辛巴还在生气，连做个早餐都是怨气冲天，而且给辛巴的那份只有5块薄饼。辛巴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他决定再也不戴这副眼镜了，就让命运来选择谁做下个幸运儿吧。转盘转动，所有人都目不转睛，最后他停在了小新的面前。正当这孩子伸手去拿的时候，不想被辛巴给截胡了。拿到之后，他马上就戴上了，只是小新有些心有不甘，朝妈妈扔了个奶嘴。情人节那天，孩子们规规矩矩排着队去给小胖子送卡片，为了讨好他们也是煞费苦心，有一次性贴了3个爱心的，还有把爱心做成了变形金刚的，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当然，这些都不是出于他们自愿，因为如果不用心，就会受到恶霸们的惩罚。终于轮到小新了，他看了看手里的卡片，那猫头鹰仿佛在说打爆他的头。于是小新鼓起了勇气，告诉了小胖子，他没有给他准备卡片。小新说他可以把卡片送给任何人，唯独不可能送给恶霸。小胖子当恶霸这么久了，还没见过敢与自己正面 battle 的。他让小新在1周之内准备一张能完爆所有人的卡片，否则就把他开肠破肚，不给卡片就拿命来抵。没有眼镜，辛巴成了公司的异类，所有人都活在了夸大的现实里，唯有他独自面对着糟糕的现实。于是辛巴想找秃头再要一副眼镜。家里，辛巴正在查阅食谱，结果每张都被辛巴的字给涂满了。这时他看到了旁边的护目镜，为什么不问问神奇的眼镜呢？这宝贝果然不同凡响，马
马上就找到了2份布朗尼食谱。此时辛巴来到了秃头的办公室，刚好现在这里没人，辛巴就发现了秃头在监视他们。辛巴的是义愤填膺，这是侵犯人权的。好吧，看看都有些什么。大部分人都在摸鱼，不过也有人在认真工作。其中最让辛巴在意的是看到妻子出现在了显示屏中，现在他正在和小小新亲密互动。高兴之余，辛巴想到妻子戴上了这副眼镜，那自己就能看到所有他看到的东西了。但心中的良心阻止他这么做。然而当听到辛巴说了冰淇淋后，这家伙马上就抛弃了自己的原则。等等，他不是说家里没有冰淇淋了吗？这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又看到有个男人要来家里，辛巴马上觉得说妻子有了外遇，结果大门打开是自己的老爹，他怎么就没有外遇呢？再说小新，色大被小胖子威胁后，眼镜仔就来帮他一起想卡片的制作。这小男孩确实对小新尽心尽力，可人太呆了，简直一点忙都帮不上，毫无进展，让小新越发烦躁。我烦透了这愚蠢的节日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搞砸它。话音刚落，他就想到了一个好点子。辛巴现在偷窥老婆的隐私上了瘾，直接吃起了爆米花当电影来看。他看到辛巴去见了心理医生，不禁大惊失色。接着他就听见了妻子的抱怨，说他把储存的美元换成了欧元，这指的不是钱，是三明治。问及辛巴喝酒的问题，辛巴就更无奈了，毕竟连洗澡的时候都喝了2杯啤酒。医生觉得或许辛巴该集中解决一个问题，比如说辛巴的脾气，但这恐怕不容易。辛巴连看报纸都会大发雷霆。听了妻子那么多的抱怨，辛巴也去找了他的心理医生老谋子，他的治疗方式也简单粗暴，倒啤酒。他倒是完完全全站在辛巴这边。听说辛巴指责辛巴不花时间陪孩子，他就会说辛巴工作就够辛苦了，并且他不建议辛巴向妻子坦白。根据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可知，女性是不会喜欢被人监视的。他的主意是让辛巴和辛妈预约同一个心理医生，然后在诊所来场偶遇。晚上辛巴回到家时，辛妈已经做好了他爱吃的猪排。再说小新，他准备好了卡片，封面上写了个大大的我害怕你，这自然不能让小胖子满意。但小新并没有屈服，而是说出了心里话，说出了所有人都是因为怕他才费尽心力的准备情人节卡片，根本就不是出于爱。卡片里还写了一段话，你让我如此害怕，你是我认识最变态的恶霸，你肯定会不得善终。此话一出，孩子们都害怕极了。不想小胖子并没有生气，反倒是闻出了卡片上满满的恐惧。当然了，我在眼镜仔身上擦了好久，谁能想到小胖子居然吃这一套，让小新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又回来了。好不容易等到辛妈再次接受治疗，辛爸掐着点去预约了医生。他填表的时候，辛妈刚好出来了，前台询问他下周是否也是同一时间。当然，这种治疗让我身心平和，这位医生就像我的周3复活按钮。听到周3，辛爸突然定住了，他回想起以往的每一个周3，好像总是能够收获热情的妻子。这么说来，辛妈每次治疗后都会心情大好。再反观每次的周2，辛妈的脾气似乎总是很暴躁。我的天哪，妈只需要治疗，这驱散了她不幸婚姻里的黑暗。她当即决定不再干涉这件事，但已经预约的心理治疗还得做呀。于是辛爸强迫医生给他剪了个头。晚上，辛妈兴高采烈的要给辛爸讲牧师妻子的事，趁着他高兴，辛爸想先坦白自己的事，但辛妈并不想知道这件可能会令自己生气的事。于是辛爸高高兴兴听妻子的故事了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牧师妻子错把盐当成了糖，放进了教堂义卖蛋糕里，最后还全都被洗衣绳给买走了。前面的话辛爸不关心，但这批蛋糕的拥有者只能是他。之后夫妻俩就又开始享受美好生活了。之前是辛爸戴眼镜，现在换成了辛妈。不过不管是谁，秃头都能享受他们的现场直播。最后再说说辛小妹，她在糊涂蛋给的情人节卡片里发现了一颗牙齿，糊涂蛋告诉她可以把这颗牙齿种下，然后就会长出一个新的糊涂蛋。我不需要新的，旧的我就很喜欢。情人节快乐！我们总说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，但人类似乎又总躲不过多疑的宿命，更别说人类还有好奇这个特质。就像辛爸敌不过内心的多疑与好奇，去探究辛妈的秘密。若不是最后迷途知返，或许夫妻俩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将会变得支离破碎。再说那副全知全能的吴哥护目镜，它有着让人难以拒绝的诱惑力，让使用者对它充满依赖，死心塌地。比起残酷的现实，人们似乎更愿意沉浸在虚构的世界。就像刚开始对护目镜嗤之以鼻的辛妈，到最后却无法摆脱对它的依赖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